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探索上海隐藏的美食宝藏。685在什么地方？那些隐藏在繁华街道里的美食，咱们一起去找找看吧。真的，威姐，好大一哥。从家庭经营的餐馆到藏在街区邻里最爱的餐厅，我们呢将探索上海当地人都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上海人嘛，对，哎呀，撒撒開年，撒開年嘅感覺講，濃油出下來，濃油剛出。一口美食一个故事。哎，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是你说你外婆做生意对不对他？当时是摆摊的，在老城区那边。古法酿花椒走地鸡，一解着哇，那个热腾腾的烟这样子出来，哇，很美。我们一起准备好迎接一场令人难忘的美食之旅，必定让你的味蕾欲罢不能，让你更加渴望继续吃下去。走，一起去探险吧！跟着大伟一起吃。欢迎各位收看《跟着大卫一起吃》。这一次大卫带你们去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到了上海，这座中国人口第2多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那走进上海美食地图，你会发现，不管是传统的本帮菜、老上海经典的小吃，或者是时髦的居酒屋，或者是黑珍珠评选的餐厅，在上海这个多元又包容的城市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的美食哦。那除了美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将带各位了解每一间餐厅，以及他们每一道菜背后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个快节奏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那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始享受这次的上海美食之旅吧！一路跑，一起跑，说的 OK 吧？See what we got over here. Look, my friend. Look. 那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原法租界的核心地带，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充满了特色的社区。不会用。这个以前会常来这边喝咖啡什么的，但是来到这个武康路呢，现在听说变成一个网红区，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拍照，所以我们来拍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奇怪。礼拜几？这礼拜4是吧？礼拜4，你们的。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武康大楼，那么这是上海建筑遗产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象征。哇 ，Look at this！ 来到法租界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很有特色的房子，看到没有？有点西式风味。乍看之下啊，好像有点在纽约之类的地方哦，对不对 ？Red brick, brownstone， 很有味道，你看，很漂亮。那么武康大楼原名叫做诺曼底公寓或者是国际储蓄会公寓，是法租界里面的一个受保护的历史公寓。当然，以前我们在这边走路的时候呢，就很正常走一走。但现在各位看到了，如果你是住在里面的话呢，你头一伸出去，可以看到那么多人拿着相机在那边拍，变成一个网红拍照的地方了。哈哈哈，时间的演变。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提醒了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真的是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和永恒的魅力。这么好的天气，在这边休息多舒服啊！哈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丹叔厨房，它也就是一个位于上海的宝藏餐厅哦。特别是一道很少吃到的，叫做痛风面线，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要去品尝一下了。哈哈哈哈
今天来到丹叔厨房 Uncle Dan 来吃一点地道的中国台湾小吃啊，有这个面线，还有蚵仔煎，而且非常地道哦。哎，真准呐！谢谢丹叔，哎呀，来，请坐，请坐，请坐。感谢丹叔啊，感谢你们来啊，感谢你们过来。其实前两天已经来过一次，之后就迫不及待想来一次了。OK，anyway，那么怎么会想到开一个台湾小吃呢？这样子一个地方well， 我们是先从摆路边摊啊，卖地瓜球。真的哦，地瓜球开始，对，然后地瓜球完了以后，在2020年的9月买了一台 food truck 啊哈，卡车，对 food truck 开始做，比如说那个时候上海流行地摊经济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食物卡车，对啊，然后开始在 BFC 摆摊，所以我们就卖的就是台湾的咸酥鸡啊。先是几样这样子啊，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卖面线，然后开始卖蚵仔煎，都在卡车里面。对。那么店面呢，就突然就哇开得不错了，直接开店面算了，对吧？所以2021年的时候，觉得摆摊好累啊，所以我们就开了第一家店在仙霞路啊。花煎。对，来怎么保持它的？因为完吃真的很地道，怎么样保持它的地道的程度呢？主要是这个你现在吃到这个饼皮，这个粉浆，粉浆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就是地瓜粉就 OK 了啊，但是其实是要3种粉去做调和的。哦，对，哪3种可以讲吗？我可以讲，因为比例不一样嘛，就是地瓜粉，然后糯米粉，然后再来米粉啊，所以这口感也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哈。菜要用菜一定要用小白菜，小白菜对，非常坚持。当然了，台湾就是南部不是还有用豆芽菜啊，用空心菜啊，但是我要对我这个台北长大的小孩来讲，我觉得很不行，对，很奇怪，这个空心菜也不行嘛，对。然后这个比例要对，像你说这个饼一定要 crispy， 就是要焦脆，对，一定要焦脆，也不能太厚，对，也不能太薄，对。然后菜，刚刚翻过来看那个菜的下面，菜一定是翠绿的，对，要翠绿的，对，不会黄黄的烂烂的。还有蚵，对吧？很多蚵，这边很多蚵，哇，这个天气刚好这个季节在换季的时候，蚵仔会稍微小一点。但很多啊，对，很多，因为我们蚵仔每天早上从厦门坐飞机来的。哎呦，对，还头等舱的，开玩笑。然后你还自己做辣椒。对，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辣椒酱，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辣，但是我里面因为对我们不加很多的调料，什么都不加的，纯粹的云南的小米椒跟大蒜。你说不太辣？也不要加太多，吓我一跳。做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餐厅的话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其实已经很多台湾小吃在上海，但是为什么你可以成功呢？是你到底做对了什么东西？地道，我们也在成功的路上而已。有没有客气？你几家店？几家？4家。对，路上对啊。成功之道是如何？没有，其实餐饮就是辛苦，再加上因为我们现在店里面所有的食材都是我的小孩来，他都可以吃的，我们自己也吃的，所以你要对食材有某种坚持，但是坚持就是花钱。对，但是你赚的利润，可能人家有80%的毛利，我们可能只有60%的毛利。对，食材很重要，而且我们店里面是不用味精的啊，一点味精都没有。太好了，这个我们喜欢的。吃小吃呢，来一杯这个，太好了。他跟我一样，也姓吴，叫无酒精。真的无酒精啤酒。啊，谢哥，重点来了，来啊，谢谢。哇，其实这个就是到一个像台湾小吃店的话呢，指标就是面线，我认为指标就是面线。对。像你吃粤菜的话，或者那种广东菜的话，就是像小吃的话就炒河粉、牛肉干炒牛河，对呀。所以说到台湾一定有面线。那你怎么样保持这个味道呢？是你自己去摸索出来的味道，还是完全自己摸索？真的，因为我不是厨师科班的啊，我不是做厨房的，那完全是凭自己的记忆味道，然后去调出来的味道啊。调了多久？的1年吧，到现在这个味道是1年。
你这一年有算过自己吃了几碗吗？我其实不太能吃，我都是吃一口，然后呢就开始改，吃一口就开始改。但一锅就做错怎么办？有时候一锅做错就没，就浪费了。没浪费了就叫朋友、儿子、女儿全部吃掉，因为很浪费。对，面线是我们当初最红的产品啊。这个你要搅拌，然后加一点这个醋。对，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其实在吃的时候呢，它的原味就已经很鲜，而且很有那个就是那个柴鱼味。对，柴鱼，我就喜欢吃柴鱼味。柴鱼片高汤去做出来的。没有柴鱼味的话，根本就对我们就觉得就不是面线。对，所以各位来单说的话呢，吃它的面线肯定不会错的。比在台北的还好吃。也不敢讲了，台北有很多前辈了，这个不敢讲。我创造的味道，希望是我在小时候去家里面楼下菜市场旁边那个摊子吃到的味道，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好，面线所以没有什么多的东西。所以你看里面真的，飞碟，好大一颗。对，这是每一碗一定有的。这一碗一颗这样子，好大。对，天哪！然后还有它的颗啊，这个是鹅啊，颗，还有虾，真多啊。对，然后还有鲍鱼。对，里面还有鲍鱼。啊，就是这个贝。对，这个是扇贝，然后还有小鲍鱼。哒哒。所以呢，痛风面线不是没有原因的。有机会来吃吃看，痛风面线真的很地道。里面一共有多少个菜式？主食大概7、8个，然后小菜大概10来个。就是整体你感觉最受欢迎的是什么？咸酥鸡？我们最红的应该是痛风面线。就这个，就是这个啊，痛风面线。痛风面线，因为它有海鲜。对，然后再来就是蚵仔煎，就是蚵仔煎。为什么？不是牛肉面吗？牛肉面其实是我的牛肉面跟卤肉饭，其实都是台湾很有名的。但是呢，对我来说是引流，就是让客人来哦，你是台湾老板，那你一定会有牛肉面，我有牛肉面，你一定会有卤肉饭，我有卤肉饭。但是现在就莫名其妙这几个月，因为我们出了一个炸弹卤肉饭，所以突然又红了。你会不会再加些什么东西吗？以后在 menu 上面？会，以后会在新的，比如说我想要用牛排面线啊，或是什么的，就是比较好一点的食材然后跟传统的口味配在一起。I see。对，是啊。平时如果说嘴馋的话呢，都会跑去丹叔厨房去吃一点好吃的面线，或者是蚵仔煎，或者来点这个咸酥鸡，或者来点牛肉面，来回味一下以前长大时刻的那一些所谓的古早味的一些料理啊。今天来到丹叔呢，有一位境外的朋友也来吃丹叔的食物。So what attracted you to Dan's place? Really love the beef noodles. Did you order the beef noodle today? I did order the beef noodles. Have you tried it here before? Yeah, it's really good. Yeah. Don't forget, 蚵仔米刷. Yeah. You know how to say 蚵仔米刷? 蚵仔米刷. Yeah, it's the 面线. Yeah. 那个蚵仔面线. Yeah. Very typical street food in Taiwan. So next time you have a chance, check it out. I will do. Thanks, man. I appreciate i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哦，好饱啊！哈哈，所以今天呢，真的是一场味觉的美食旋风啊！从老弄堂的面馆舒适的面条，到龙码头的这个蟹宴，还有谁能够忘记丹叔的厨房呢？每一口都勾起了我在长大时的一些童年回忆。咱们下次再见，上海也感谢你给我留好一些新的回忆。我想哭。所以我想跟着大卫一起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吧。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桥梁，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吃这个动作呢，来了解不同食物以及他们背后的人文故事以及他们的热情，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对生活不同的理解方式。所以直到下次，千万不要忘记，吃得好，吃得饱，健康快乐，活到老，要吃好料就要舍得。我们下次再见，拜拜。